感觉今天有一场硬仗。挑战开放式关系。这不是我老公啊，是我的伴。满地的衣服跟桌上的。允许对方和另一个人亲密关系、性关系。这3个不同类型的人啊，我可以3个都试试看吗？我真的觉得刚刚讲的话很对，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样子。他就是选了一个最 low 的。你到底有没有跟你老婆沟通过？她有享受在这上面吗？还是你有享受吗？我讲不出话来，这太气了。那你知道我结婚了吗？这样子也可以。Get a lifetime guarantee. You can count on me. 我们真的要来挑战了耶！对，我们要来挑战开放式关系。你有准备好了吗，先生？嘿，没问题。哇，其实我还蛮紧张的。哦，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哦，也太多台了吧！这么多台，哇！请坐。嗨，耶！感觉今天有一场硬仗。因为是挑战开放式关系，今天的挑战内容当然就是跟别人约会。耶！好，那我们的约会对象呢，都各自帮各位筛选了几位人选，都是愿意尝试开放式关系的人，所以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有婚姻关系。对，哇，这么刺激！好，那就请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照片可以传到你们的手机里面。哦，是的，我来看一下。哎，你有选妃的感觉。对哦。我选好了，我早就好了。我选好了的状态就是我可以3个都试试看嘛。就没有，因为这3个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啊，然后年纪也不一样啊。想说既然要体验了、挑战了，就都试试看，有差吗？平常是有这么贪心哦？就了解一下，认识一下，我有没有想要干嘛？这你选的是谁？名字是谁？左威，24岁，身高172。他就是选了一个照片里面最 low 的。屁啦！是不是？你给大家看照片。屁啦！照片他就最 low 啊。对了。对啊，只有他没穿什么衣服啊。主威是他3个选项里面最年轻。对。哦。然后呢？你选了一个最年轻的哦。所以怎样？所以好，随便你开心就好了。反正我选3个啊，怎样？兔兔已经在家了吗？对，他已经在家等你了哦。在家等你。所以他知道你去买菜吗？没有跟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要出来。OK， 对。所以好，等一下。稍等一下。什么？对，因为他没穿衣服。有时候他的另外一个约会对象也在台北，那我们会就是有时候他来台北找我，然后也会再去跟另外一个对象一起约会。对。所以现在另外一个男生在里面。对，有可能。对。那可是在你家？对，在你家。没有无所谓啊，没有关系啊。好尴尬哦。对啊，没关系，请进。这个状况是没事，抓奸之后才会。等一下，
下，我们可以进去吗？可以，没问题，没问题。里面是我收不下，好着急哦。没事，里面都有乱丢的衣服跟鞋子。这个我真的刚有被吓到。满地的衣服跟桌上的。对，而且还好他刚有锁门，要不然我们全部都看到。哎呦，怎么会这样？大家都看到，如果他没锁门的话。对，那个人呢？那个人现在衣服的主人呢？在楼上大气不敢出。所以他现在没有衣服的意思，就对了。所以那件衣服大部分是我的，这样。好。所以他躲在楼上，不好意思下来。好，没关系。所以真的吗？你见过那个男的？有，我们都其实都算认识。那不好意思，两位就先稍坐一下，我们去倒个茶水来。有可能需要喝个酒。我想要压个惊了。我真的超错愕啦！我刚刚真的讲不出话来，但我就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状况。不是，而是因为刚才那整个情绪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然后男生就是很贴心的想要准备一个惊喜给他，然后去买了菜，然后又买了一个礼物要送他，是有的时候惊喜真的会变得超级惊吓。对，如果以正常来讲的话，就变成就是真的是抓奸在床。对，请喝水，请喝水。我讲不出话来，怎么可能不生气？这已经不是生气吧？我觉得我应该是会先，我应该就走了，要不然就是拿那个竹笋塞到他的。这太气了！谁到谁的，我的随便。而且因为我没办法理解阿强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你们1个月没有见面，然后他满怀期待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然后我们刚陪他去买菜，还买了一个礼物要送你。有吗？你怎么可以做到啊？你好镇定，对，而且你会抱着哦他。所以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吗？其实不会，不常。对，因为感觉已经尝到，就是你就很镇定，就很习以为常、很镇定的这种，就没什么嘛。我觉得真的就对我来说，他可能就是就是他，比如说今天我们约好说要来约会，然后他就忘记时间，然后跟朋友去打球，大概就是像这样的感觉。交往5年，因为像我们其实大概交往不到半年，我们就看过彼此的家长。是，对，你们应该也绝对是嘛？有看过彼此双方家有，我们有见过双方的家长。他们知道你们的关系吗？知道，就是开放式关系。知道，家长都知道。与其说他们知道，不如说他们搞不清楚是什么。所以你们这种打迷糊仗的方式，让就有点像他们的反应就比较你们是开放式关系啊，那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他们在 care 的只是结婚，不是 care 开放式关系，不是 care 不是关系。通常老人家只会在乎你们要结婚跟生小孩。那如果我说如果就真的中了，小孩可能不是他讲的，你会想要结婚吗？应该在法律上，我还是会采取单亲的方式，自己把小孩养大。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无所谓，因为我不是会去在乎孩子是谁的这种事情的人。当然我会先问他说，那你想要跟我一起养，还是你要跟对方一起养？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会坐下来好好讨论。如果是他那边不小心呢？一招半理啦，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2个一起抚养那个小孩，他不小心不是让你会先问他本人的意思啦。在能力范围内的话，我相信我们都会负责。我大概能够了解他们为什么想。对啊，理智上是可以理解啊，对啊。但你实际上目睹到这一切，其实还挺震惊的呢。对啊，真的还是会震惊啊！这毕竟不是我们日常会发生的事情。真的，我要体验吗？我要实现吗？试试看啊，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到像阿强这么的豁达。对，豁达，真的我没办法。就是如果真的看到这一幕，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好，我们可以体验看看。你好期待哦！你也太兴奋了，好啊，谁怕谁呀？来啊！他爱我是毫无问题的，我爱他也是毫无问题的。陪伴你的，终究是你旁边的牵手。任何事情都一定会有想法的出路。争吵完之后，去互相体谅、了解彼此。我们都会把秘密跟对方讲。一直以来沟通都很顺畅的，有问题都不会藏在心里啊。基本上都是完全坦诚。你好，我们跟那个小光约了。Hello， 小光。嗨，他就是小光。那我
们就坐下来聊喽。好，其实我们今天来，我们就很简单一件事，我只是想要最开宗明义，就是想要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开放式关系是什么东西，是怎样的关系，是什么多开放寓意？对，其实我们字面上大概可以懂这个意思啊，但是实际上还是有怎样的定义呢？开放式关系，它就是说在伴侣双方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就彼此坦诚前提下，允许对方去和另一个人建立关系，对，那有可能是亲密关系，有可能是性关系，对，有可能两者都可以。对，你是怎么会开始做这件事呢？其实我一开始和我的伴侣也是1对1关系，对，我1对1关系6年，对，那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有去登记，有登记要结婚吗？对，结婚，但是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了这个东西，开放式关系，然后我觉得他和我们2个人原本的感情观比较相近，对，所以我们就是决定要实践。但我之前那时候是有一些问题啦，就是我们夫妻这时候其实已经死床了。你们知道什么是死床吗？不知道。我刚刚听成痔疮，没有痔疮。死床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性生活了，所以床不会动了，它死掉。死床 OK。对，但有很多原因啦。就是我这样 run 一段时间，他觉得他2个人关系都不错，他觉得就是他和我是有婚姻关系的，但是和2号男友没有。然后这样其实会有一个权力不对等的问题。最直接，比如说我其实是可以告他的，对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告我，对。所以我那时候协议之后，就大家讨论之后觉得，那我可以和我的伴侣解除婚约。刚听到的那个为了爱而离婚的案例，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可能就是因为我爱你，我知道你不爱我，所以我跟你离婚，我放你走。但这个状况，但他们是相爱，反而是因为相爱，然后也还因为他们也爱另外一个人，对，然后就因为这样而离婚。刚刚有听到吗？他们就说有通奸罪的问题。对，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没有想过通奸罪的问题。那只能问律师了吧？对，然后问专业的。嗨，黄律师你好。Hello， 聚聚跟史丹利你们好。我们想要请问你啊，就是因为我们想要了解那个开放式关系，然后如果是在婚姻关系中的伴侣，然后又去找了其他的伴侣，这样会构成通奸罪吗？我们比较少人知道，其实我们刑法对于这个通奸罪也有例外不处罚的规定。那这个规定其实规定在我们刑法第245条第2项，通奸罪的这一方的配偶呢，他是纵容他的配偶去做这件事情，或是事后原谅他的配偶有通奸的行为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个人是不可以提告，那刑法也不可以去处罚的。哦，所以其实不会构成通奸罪，是不是？是不会的，不会。谢谢黄律师，谢谢律师，谢谢在场的学长学姐们，你们有跟多少个人约会过？对，约会过的定义就是见面啊，然后吃饭啊，然后都算，一次就算，一次就算，对。大家诚实的把手举起来，不能说谎哦。没有超过10个的把手放下。没有？怎么可能？没有超过30，没有超过40。30以后就没有再算了。你觉得对方有大概几个这样？应该是100以上就没有再算。120个。因为我有写名单，所以我有非常。所以你会去算？对。阿强知道这件事吗？不用。知道120个。你还会持续联络的有几个？3个。哦。优胜者。可是那103人的话，是包含说见出来第一面觉得彼此不喜欢就拜拜。对啊。哦，这也算刚大概20个吧。他的数字好精准，所以有83个是觉得 OK 的，略差不多。对，我有老公，然后你结婚了，你也结婚了哦。然后我跟我老公在一起6年。然后我们大概在交往8、9个月左右开始开放式关系。等一下，我还是要怎样？他有老公，有老公又有小孩。嗨，阿南。嗨。我们来了，你等很久吗？还好哈。嗨。所以就是你老公好年轻哦，你老公也太年轻了吧？这个感觉呢？这不是我老公啊，是我的伴，他叫阿俊，超糗的。我下次我就说你跟你老公来哟。这讲出来好像反正那个，你也好像觉得很理所当然。阿俊也觉得理所当然。而且
就在motel的门口，大拉拉坐在那边等我们，非常大方面对这一切。对，你们交往多久啦？我们大概就认识相处大概30个月。那就你知道阿南有老公跟小孩的吗？知道，一开始就知道。对，一开始。那你以前有尝试开放式的关系吗？没有，这是第一次。我想问阿俊的是，毕竟阿南也已经结婚了，你也知道你们没办法走入婚姻了。你有在更接下来的期待会是什么？还有就是希望就是这样一直走个5年、10年这样。就是你对他是有想法的吗？觉得结婚其实没有那么必要，或是如果真的要结婚，可能也是比较久远之后，可能我30几岁之类的这样。所以这部分。还没有去想到这么远。如果真的不小心中了呢？其实去看他，那如果他要生下来，那我能给的可能就我薪水里面，然后能给多少，我能给多少就给多少这样。那其他的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因为毕竟我有份，我有责任，所以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那其他没有想说要把小孩。对，所以不是，你就取决于阿南的决定，对不对？对啊，那你不是想要自己养？对，那如果你自己，如果现在有的话，就来还蛮早的，就还没有想过说到底说，就可能发之后，你才可以去评估你当时的状况，可能家里能不能给我资助这样子之类的。对，这可能某部分也要取决于说当时之后可能和爸妈讨论这样子。我其实比较没有办法想象有另外一个人加入我们的家庭，因为我觉得这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第一个包括怎么去跟你的家人或是我的家人解释，然后还要跟朋友们解释，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勇气。我其实无法想象，我真的以我立场来讲，我无法想象就是有另外一个男生或女生跟我们一起生活，然后也是我们的伴侣。对，其实是开放式关系对我来讲是一回事，但是真的要一起生活又是一回事，又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是要去接小孩，没错嘛，对不对？有考虑过会让小孩知道这样的关系吗？够稳定，然后会常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可能会一起去接他，或者一起去公园玩啊、吃饭。就会让他知道。但你要怎么对？要怎么跟小孩解释呢？如果他问，就照实回答。是会照实回答。但是这个关系比较不一样啊。应该是说他能接触到的程度，不会多好。就是好，就是我的伴侣跟我可能会有约会、牵手、接吻、性行为。对，小孩会看到约会，当然不是性行为，但是可能牵手。对他可能会问说：“妈妈，你怎么牵叔叔的手？”就说我不会叔叔感情很好啊之类的。对小朋友来说，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落差。小朋友不会知道你们什么关系是可以牵手或不牵，就是你会这样想，是因为你站在你我们的认知上，他不会想到这些事情。有小孩之后，对于开放式关系，心态会开放很多。心态会更开放。什么样的不一样？不一样，对。因为就是时间有限嘛，现在就是有小孩在家里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有人陪小孩，对。那如果我老公他下班要去约会，我就要继续陪小孩。比如说，如果我跟我的伴要约傍晚约会，那老公就势必要去接小孩。因为时间有限的状况下，你就会觉得说，能够让对方有时间去做他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才是比较重要的。譬如说，就是小孩真的有一个可以信任的其他叔叔或阿姨，就是你这个带小孩的资源越多，我们就越轻松嘛。对，就是像你有阿公阿嬷可以帮你顾小孩，因为你们也开放式关系一阵子，有擦枪走火过嘛？只要男生就是他就是也算单纯的男生嘛，对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上手。但是我们当时的协定是说，你要约会或者要跟对方上床之前，要先告知，事先告知。但是我老公那时候就是可能跟人家女生出去，然后就不知道没有跟你讲就上床了。反正之后我就是在翻他的那个脸书 Messenger 就被我发现了，然后我就大爆炸。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都开放式关系，干嘛还要骗我这件事情？以开放式关系来讲的话，那这样子算偷吃吗？这是欺骗我这样子啊。很累哦，对，好累哦。但我觉得，听完阿南讲，然后对开放式关系有新的想法，我其实可以理解了，就是他们想要会在会做这件事的
对，感情生活中有更多的自由，然后其实也是平等的，也不会去伤害谁，因为两边都是认同的。而且感觉他们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关系走得更长久。如果真的可以有开放式关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最需要克服的大概就只是周边人的压力。对，就是太多的眼光跟看法吧。对，除了这一点之外，其实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你是可以开始实践，可以试试看，对，试试看，对。我们看不太可能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也要告诉他们说，这种实验是很危险的。我觉得如果是去外面玩，然后吃东西、逛街、看电影这样还可以，但是如果是更进一步的关系，就不太能接受。我连约会都不太能接受，就是感觉像背叛的感觉。他不用压抑你自己的欲望，情感需求不用都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样子其实彼此都会更轻松。与其让自己勉强让自己去做对方要求你做到的，不如就各退一步，好好的去照顾一个人比较好吧，各其所需。对啊，只要是好的，我觉得都可以。你们要出发去约会之前，有没有什么规则？我没有什么规则要定，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做到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因为我觉得他自己要知道底线是什么。其实我不用讲，因为我觉得不能上床，你绝对不会啊。你怎么知道？有好啊，不能垃圾，你绝对不会啊。你怎么知道？对啊，好啊，那你可以垃圾，这样好不好？对啊，你试试看嘛，对啊，可以啊。离开前有什么话跟对方说？ Enjoy， 对，我会好好享受跟年轻妹的。见不要太累哈。对。那我出发。OK。其实我现在还蛮紧张的，因为我很怕只看照片选，然后我不知道他的到底个性是什么，然后不了而来。那如果很尴尬的话，没有话讲，很奇怪耶。这次约会的对象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但年纪大概应该跟我差了有20岁，应该有了吧？可以了解一下年轻妹在想什么，也是一个不错的感觉。对，有期待啦，还是会期待，但希望她不要嫌弃我。选了3个人，现在要先跟第一个人碰面，有点紧张，好像是他耶。哦，厉害耶！嗨，你年纪那么小，怎么会想要来体验开放式关系？开放式的关系里面，我们可以交更多次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了解到这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在这之前，你就对开放式的关系有一定的了解？有大概知道了，觉得蛮酷的，蛮前卫的。好可爱哟！我跟你讲，带他出来，大家都想认识他，没有人要认识我。对不起，他生气了，他生气了。其实我们以前有碰过面。烂透了，烂你慢慢想，没关系，你慢慢想。但我很好奇，你怎么会想要来参加那个开放式关系？其实我很想要知道，是不是在感情中可以有很全然的信任这件事情。那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知道你结婚了。哦，你知道我结婚了。好 ，OK， 那我就安心了。其实 open relationship 在欧美算是一个很基本的状态。那这次你为什么想要来了解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从小就接触到一个朋友，但我自己没有经历。我人生只交过2个朋友，对。然后当我这2个女朋友都是很长久。你只交过2个女朋友？对。今天天气还不错，没有下雨，所以有点风，蛮凉的。对啊，很舒服，对不对？不是太热。那我们在这边玩好不好？好啊，没问题啊。所以我先吗？好，我先跟你说要怎么起步。好。你等一下呢，你这样摆好。然后前脚有。它这边比较尖的是前。好。然后这个有一个翘起来是后面。你要前脚先这样放好。你是推出去。你是右脚在前面。对，你是左脚在前面吗？我是左脚在前面。OK 啊，也可以。哈？对，这样扭动屁股看看，左右。我不知道扭的诀窍是什么耶。S 型哎。S 型。对，走 S 型。哦，有了。那是因为你扶了我吧？可以。
小心小心。哎，越来越顺了哦。对啊，我觉得我好像会好。我放了哦。好，可以吗？可以。来，我会的。我们刚就是一直紧密的牵着手，真的会让你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距离真的还蛮近的。你只有养它一只狗吗？之前还有一个哥哥。之前，为什么说之前？所以我觉得他最近很需要大量的关心，因为哥哥在前几天已经去当小天使了。对，然后是一只黄金猎犬。我有养黄金耶，我知道，而且好像黄金有一些遗传疾病都很。我的黄金是在3年前，然后因为淋巴癌走的。Q 奖也是因为那个。也是淋巴癌。对，我是那时候发现的时候，医生说只剩下3个月，但他很乖哦，他就是即使喷血不舒服啊，他还是就是会撑起来，然后就爬到厕所，然后接下来那才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他1个月都不吃不喝，到1个月，然后每天他都趴在地上，然后就是不想离开，对。然后有一天，我就给他吃肉干，他突然吃了，我就马上打医生，医生就说啊，那你要不要带他回来看？我就带他回去医院，然后医生就说应该是没有办法，因为他整个内脏是烂掉了，因为他已经拉血了。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要决定让他离开，所以我决定安乐死。我知道，你也是吗？没有，我安慰姐姐，好，安慰姐姐难过。乖宝宝，他的黄金猎犬其实才刚走1个礼拜，就他怎么可以这么坚强？因为我可能1个礼拜，我只要讲到黄金2个字，我就会开始大哭了。然后，但就因为我们有这样共同的经验，感觉好像彼此的距离又比较拉近一点。你也可以把你很内心的想法都跟他分享。我今天跟那个3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男生约会，先来说相夫好了，跟他有共同话题就是狗狗啊，然后其实整个过程很轻松很自在，然后再来呢，从美国回来的 ABC Sam， 那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热情，以及他又很有才华，会写歌，然后又很会唱歌，还有一个呢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Vito， 他教我玩板的过程，然后我发现他真的很贴心，然后很温暖，是个暖男，所以我要选的这个人是。好了，现在要去那个跟那个女生约会的地方，我现在还有点紧张，带着开心。嗨，我想跟你说一件事，你们真的有想要私底下的聊天，你不想要制作单位拍，你可以关掉 GoPro， 可以把我们所有的 GoPro 都关掉。哇，这么刺激！对，好。如果可以，请你们在他把 GoPro 关掉的时候，先通知我一下吗？我就要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好。没关系，没关系。刚刚工作有点忙，所以有点迟到。OK， 没关系。要不要吃点东西，或者是你会喝酒吧？我会。那就好。不是很好。会喝就好的。谢谢。你有喷香水吗？有很香，你闻到吗？有，我闻到这味道。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款，很自然的香味。我记得你是在健身房工作的。那应该会有汗臭味吧？有，其实有，可是我自己就会，我上班还是会喷，所以我不会去闻到其他太多人，因为我是其实在柜台啦。哦，你是在柜台，因为我本来真的以为健身房的人都是教练都是会比较精壮一点。我有肌肉啊。哪里？哪里？你刚我走过来，你没看到吗？我哪里？我真的有肌肉，我的腿非常，你看我的侧腿，我的小腿肌。哦，我是有肌肉的，瘦归瘦，但我是有线条。对，然后我平常会
会练肚子啊什么的。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下，对吧？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一次约会是因为开放式关系，我年纪也是大你很多，对，那你为什么还想要来参加？我是不排斥年纪比我大很多的人，就是你也不会介意我有老婆。我觉得这样反而我也比较没有压力。你知道开放式关系到后来应该就是会有更多的亲密的接触，你也是 OK 的。这次出来我也是想说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自己也是好奇这段关系。所以你也是第一次嘛？这是第一次。不太习惯，但可以接受，对。但是而且因为跟他聊，本来觉得是不好聊的，毕竟我们年纪差了快20岁了，但意外的觉得他真的很好聊。来了，选择相府的原因是他有去看我写的东西，他其实对我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很用心，然后很细心，所以我最后决定选择他。Hello， 你还没吃哈？还没吃。那看你要喝什么？所以你有想起来我是谁？我以为你真的是跟我开玩笑耶。曾经我们应该算是电台的同事啊。对，我是 QFM 的台中号，然後我叫阿卡，那时候在电台的时候叫阿卡。哦，你讲阿卡我就有，但因为你那时候很小，对，那时候很小，就好像就是什么尾牙，或者是可能一年会遇到个一两。对，就是公司的聚会，因为那时候才会北中南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哦，所以你不是乱讲，我不是乱讲，那我还误会你了，对不起。这么诚恳的人看不出来吗？OK， 好，没关系。对，对啦，对，好。哦，所以我们真的认识哎，有默默的这个小小的缘分，这样。好巧哦。对啊，然后到后来就是那时候你比较转往电视了，综艺。可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到你又看到更多不一样，因为其实好像又变得有一些距离，而且可能因为电视综艺的关系，你必须要可能配合节目演出啦，然后有一些话题跟议题啊。我想知道你看到了什么，好可怕哦！因为上电视节目就是当然节目效果，你要变得非常的活泼，然后很开心，然后玩很多游戏。对，你就觉得你原本的比如说音乐那一块啦，或是你很认真生活的那一块，好像就不见了，有点被忽略掉了。我还是要赚钱啊。我很开心啦，其实就是因为他有讲说看我的节目啊，然后也听到我上主持电台，他其实很开心。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在人生的路程中找到一个了解你的人。但我真的对不起你，我就还说他超有的，我还以为他在骗我。其实我从那个你的粉丝团上面有看到你很多滑雪的影片。是不是很会滑雪？几乎每年都会去个3、4趟以上。看你有什么影片吗？就是出去滑雪的影片，可以参考看看的。那个不好意思，我找一下，因为真的太多了，我找一下。没关系，你慢慢找。耶！可以吗 ？OK 啊，还蛮顺的啊。真的哈，因为我帮你加一点点。我知道一点点。那你平常是喝什么？平常如果有喝就啤酒比较多吧。你是你们家酒量最差哦。对，我们家应该是我弟很会喝，我妈也很会喝，然后他跟你的状况一样，可能是天天都会喝，然后跟朋友聚餐，然后我爸也会喝，但是因为小时候。爸爸常常会有那种喝醉，然后发生一些比较不愉快的事情。是发生蛮多，就是有一点很像在演电视剧的。是会动手吗？对。我自己吧，我曾经某一段时间我超恨我爸，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丢这么多的问题给我，然后我要去帮你解决你的。然后你还可以这个样子，我曾经很恨他，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不一样。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小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长大之后呢，你就会想说，他又是爸爸，然后我是儿子的角色，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家人要照顾，我还有其他的
亲人要保护。会不会其实他心里也觉得对你们很愧疚，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他就是控制不了。我相信是这样。对啊。好啦，好，没事了，谢谢你。好，哎，那你先喝个汤，吃个东西，我上个厕所。哎，对，这个看一下，就是我平常就滑雪。对，这个真的是我。很厉害哎。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哦。怎么了吗？所以你刚有拍，你刚有拍我吗？对，为什么？对啊，怎么了吗？我刚刚有拍啊，就是想说，就是一起出来就拍一张纪念一下。然后你就马上 po 上去了。一张照片而已啊，怎么了吗？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就是我跟其他女生的照片，然后一直被 po 上去，因为一旦就我跟其他女生被 po 上去的照片的话，会有很多人会来问我，为什么跟女生在一起喝酒，还是跟一个就是年轻的妹啊，然后在一起喝酒。对我来讲，我觉得一张照片，现在年轻人就是不会觉得怎么样啊。这就是一张照片，我们又不是亲密举止。好，你这样是没错，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样子。要把它删掉吗？好，你就删掉啊。删了。OK 啊，决定。你可以检查一下。OK 好。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跟你老婆沟通过？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你们是在荧幕上看起来沟通的很好啊，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吧？不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就是不喜欢有照片。为什么？因为你打从心里就是没有跟你老婆沟通，这就是这么简单。我跟我好朋友没有沟通好，你怎么会知道？你讲啊！你怎么会知道我跟老婆没沟通好？那我听嘛，你讲我听啊。这是我很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其实不喜欢，就是我的照片随便被 po 到网络上。好啊，我删啊。跟别的女生对，所以你就删了，对，所以我谢谢你删了。对，那结束这个结束，我现在在问你说，你跟你老婆之间，他到底有没有他有享受在这上面吗？还是你有享受吗？就是你只是出来做做样子，跟我录个节目的感觉。没有。其实在这个事情之前，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对。就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要怎样，就是再像刚开始那个样子。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聊啦，反正你坐在这边，你也不是一个自愿想来跟我聊天。那我觉得坐在这边尬聊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其实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觉得没什么好聊的。对啊，谢谢你的酒。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可能真的是我在封闭式的关系真的太久了，1对1式的关系太久了，我可能还没办法这么的快的去面对这种开放式的关系。我也真的不好意思，因为你走得很突然，对，那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所以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今天很遗憾是这样收场的，就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啦，我感觉出来他一定很爱他老婆，所以他们才没有办法跳脱出1对1的那种关系。怎么会录成这样？所以就是他们怎样？是啊，他们还在约会。他们还在约会。那你先说。我跟他说。那个加的8整的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就是什么了？我们在今天约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对方好好谈心，或者是你觉得你们聊到某一个程度了，你不想要制作单位拍，你可以关掉 GoPro。哇，这么刺激！对，好。
其实我很少会跟刚刚认识的朋友讲这么内心的话，所以我觉得他超酷的，他就是可以跟我聊这些，因为代表是真的很真心想要交朋友。所以我觉得姑且不管今天是因为我来挑战这个开放式关系认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算是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哎，等一下厕所。哎，嗨。在上面。好，谢谢你。不会，你有好一点就。我真的觉得刚刚你讲的话很明白。没事，好，没事。谢谢。就是在刚一个瞬间啦，突然觉得好像不是，那感觉有点不太对。那我觉得朋友之间，心情不好需要安慰的时候，给彼此一个拥抱，我觉得这件事很合理。让我觉得很卡住的地方，就是他突然用力，就是又抱了一下，我就觉得这好像就有一点超过我可以接受的范围。我觉得可能他也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当下的那个心情跟感受，然后他可能想要表达他的谢谢啊，或是任何他的情绪，后面真的超尴尬的。我还是觉得很开心认识一个这样的朋友。其实我今天很感谢 Gigi 用心的安慰了我。那我不知道这次的开放性的关系这个约会算不算成功，或是有后续？但我觉得我是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然后很愉快的一个晚上。对，都回来了，嗨，你回来了？什么呢？回来了。等很久哦。还蛮久的，对。你有收到我简讯吧？我有啊。那你为什么没有回我？我比较想要问你为什么会传简讯给我？我不能突然想传哦。所以是不太相信我吗？没有，我没有不相信你啊，我就是为什么传个简讯？不是因为我不相信，因为你从来不会因为我可能跟朋友出去或是其他的状况，你会传简讯问我在干嘛，因为你知道我跟别人出去。然后因为我一进来你就问我说有看到简讯吗？所以我才会问说是因为你不相信我吗？还是为什么原因？我是没有，我不觉得我不相信你，但是我真的只是传个简讯问你一下，关心我。对，就是这样而已。这并不是说我不相信你。其实你们有写下了一段话，是交往到结婚至今，好像还没有跟对方沟通过的一件事。我先念吧。你写的好烂哦！我写那么认真，然后你怎么写这个样子？认真啊！我每天都对你那么好，我有什么好特别讲的？他就说，在我爸爸中风的时候，你因为怕我开销太大，说要帮我分担。虽然我说不用，但你就会用请我吃饭，或是买东西给我这样的小贴心来分担我的情绪跟压力。虽然你没有明讲，但我看得出来，也感受到你的贴心。谢谢你。这是你改的啊。你真的很贱。谢谢你一直包容我的缺点跟坏脾气，我想我再也找不到，也不会想找别人了。Love you。其实我还有画很多可爱的图啊。
你看看，你很贱的。其实因为开放式关系，可能大家还不理解的时候，会觉得他们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可能是乱搞啊、滥交啊，就是为自己爽啊，就这样而已。对，虽然我们可能没办法，我们挑战过后，我们还是没办法接受。我们体验挑战过，就真的是没办法。我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对，透过开放式关系的体验，我觉得他们就是不停的沟通，然后不停的感谢彼此，然后很多的状况都讲得很清楚。对。然后其实真的并不是大家可能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习惯了，就会对很多事情都觉得是正当的、应该的、理所当然。其实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对，就是应该要更多的沟通，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更感谢对方，谢谢对彼此的信任，对。喜欢我们的挑战吗？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而且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因为这样才不会错过哦。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挑战什么，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甚至呢，你也可以追踪这样子的 FB 跟 IG， 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花絮哦。这一次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拜。